Hello， 我是欧车部，欢迎来到本月的球队观察月报。从开季到现在呢，也正式过了本赛季的1/4。那有些球队打出了超乎预期的表现，而有些的球队却反而不如原先预想的好。本系列的影片将会特别挑几支球队来讨论，在这个月当中的表现和状态。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先从东区开始谈起吧。首先，我们现在看一下11月最后一天比赛结束之后，东区各支球队的排名概况。目前暴龙占据了东区的龙头宝座，领先第2名的公鹿大约3场胜差，后面依序是76人、活塞、六马、塞尔提克、黄蜂和魔术。本集就来特别谈谈第1名的暴龙，冲到了东区前4的活塞，比原先预期的排名还要低的塞尔提克，重回了中段班水平的黄蜂和魔术，以及简单讨论包括热火、尼克和篮网的球队近况。不过呢，因为剪辑完以后发现影片的片长还是炸掉了，所以因此将会分成上下集来做处理。好的，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正题。首先要谈的是目前的东区龙头多伦多暴龙队。这一支球队呢，目前正处于8连胜的高涨气势，从11月中旬之后就再也未曾尝过输球的滋味，更是全联盟最先拿到20胜的球队。总教练换上了去年的进攻助教 Nick Nurse， 以及在今年夏天交易进的防守悍将 Danny Green 和 Kawhi Leonard 之后，本季的暴龙根本可以说是攻守俱佳的球队，团队进攻效率值和防守效率值分别位居联盟第2和第6名，尤其在于降低对手有效命中率上，暴龙的团队压制力排名在联盟第3名，仅次于快艇和76人。除了主控 Kyle Lowry 和明星前锋 Kawhi Leonard 的表现持续高档之外，3年级生 Pascal Siakam 的持续成长绝对是关键。其实，在去年呢，他从板凳出发的表现就已经足够亮眼，而在今年被拉上了先发之后，更是成为了暴龙在攻防两端运作流畅的重要因子。截至目前为止，场均能够贡献14.3分、6.7篮板、2.4次助攻、1.1次抄截。过去被视为缺陷的三分投射，虽然以总赛季来看只有32.4%，但是在整个11月的数据来看，却已经是水准以上的37.5%。监管端虽然没有像 Draymond Green 那种等级的传球视野和策应的能力，然而在抓下篮板后的推进和全场的视野呢，倒还真的挺像的。另外，在于运球、单打和投射能力的部分，Siakam的大幅度进步确实让我挺意外的。而在防守端的部分，更是时常被低估的优秀和充满了拼劲。如果硬要挑剔的话，大概就是在挡拆防守的意识还有待加强。另外，让暴龙崛起的重要决策，便是把2名差的 Valanciunas 和伊巴卡给拆开，并视对手阵型来变换先发的5号位。这样的举动呢，让2个人都各自获得了更好的表现。除了伊巴卡打出了12年的表现和数据之外，中期生涯终于获得球权和战术定位的 Valanciunas 也用极为高效的12.8分、7.5篮板、1.2助攻来回馈暴龙。要知道，这可是场均仅上场16.5分钟所缴出来的当然了，暴龙目前还是有不少问题需要面对。团队方面来看，就是篮板巩固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理想。除了反映在排名联盟倒数第4的防守篮板率之外，场均被对手抓下多达11.8颗的进攻篮板，是全联盟当中被抓最多颗的球队，而且被拿下了13.4分的2次进攻得分。老实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毕竟呢，暴龙在争抢篮板，尤其在于争抢防守篮板的数据上，无论是在肢体对抗下所抓下的篮板数，还是篮板率，都是联盟最多的。虽然说暴龙的长人群本来就不太算是那种擅长抓防守篮板的人就是了。事实上，除了 Valanciunas 之外，伊巴卡和 Siakam 的防守篮板率生涯未曾超过20%以上，算是暴龙需要特别注意的环节。另外，本季身为了板凳端的主力控场 VanVleet 从开季到现在的状况并不是很稳定。进攻端的三分能力虽然到了11月有修正回联盟水平的36.2%，然而进入12月后的命中率实在是有点凄惨了。防守端的部分则容易会因为身材和体系的因素而被迫放大被打点的缺陷。CJ Miles 更不用说了，状况一路从开季第1名到现在。Anunoby 无球是没有太大问题，没有错，但是在持球和运球的方面实在看起来没什么长进。那先发组部分呢，如果 Kyle Lowry 没有打出来的话，很容易会变成过于依赖 Kawhi Leonard 的单打，而他本身其实比较类似像是终结手的角色定位，所以对手在战术应对上会比较容易做针对。虽然我最近看了一场比赛上暴龙有刻意把它当做过去老 Brown 的打法在设计战术，不过因为我只有看到1场是这样子而已所以这部分就仅供参考就好。第二的部分呢，我们要谈的是活塞队。即使到我修改讲稿的现在，活塞依然以1场胜差占据东区前4名。老实说，虽然因为总教练换上了 KC 的因素，所以我是有预期他们的战绩会上升的，但我还真的没想到居然能够爬到现在的排名。或许一方面是因为热火和巫师电梯向下的因素，而活塞近几年在开季的战绩一向都很不错。可是你还是不能忽视在 KC 加入之后所带来的影响。说真的，单从数据来看的话，活塞这支球队实在是一支很有趣、很特别的球队。双塔的阵型配
次却没有因此在进攻节奏上比较缓慢。而在 Casey 的执教之下 ，Reggie Jackson 过去时让脑冲切入失误吊球场景不仅减少，怎么跟雷兽有点像，更把他的角色定位呢变成了第3到第4的进攻选择，拔掉了不少让他盘球的机会，并增加他的无球和 catch and shoot 之后 ，Reggie Jackson 反而找到了更好的定位。本季多达 35.4% 的进攻频率是使用 catch and shoot 的手段，而且这还是生涯新高。在这种手段下出手的3分命中率可是及格的 36.3%。事实上，如果他能够减少现在场均多达 1.7 次的急停3分跳投的话，我相信他的3分命中率肯定是会上修的。而且其实过去呢，他在大空档3分的命中率是挺漂亮的。然而这种情况下的出手频率却是少之又少。个人猜测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战术掩护，或者是好的角色定位。所幸在于总教练 Casey 的调配之下，本季多达 28.8% 大空档3分，命中率方面也是不错的 36.1%。至于原本的控球和传导的部分，除了增加了替补控球 Ish Smith 上场分担了 Jackson 控球的工作之外，在大部分的时候则是交给明星前锋 Griffin 来主导。尽管因为这个角色定位的关系，让他场均失误暴增至了生涯新高的 3.9 次，但不得不说，在 Casey 的配置之下，尽管 Griffin 在进攻上的坏习惯和非常不必要的动作还是有的，例如说低位很喜欢靠了防守者和奇怪的转身之类的，但好歹我们本季很少看到他在运过半场之后，几个花式运球到罚球线走去后开始低位，然后最后吊球失误的情况。好了，至少我补那几场是没有啦。而就算 Griffin 在低位持球好了，其他队友也不再只是单纯的拉开空间，然后看他单打等回防，而是有设计战术掩护和传导接应来辅助。由此可知啊，有料总教练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活塞问题还是在于外线能力上啊，即使向来不太能投3分的 Ish Smith， 在本季总算能投3分了。然而作为联盟场均3分出手第5多的球队，命中率部分却反而是联盟的倒数第5。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阵中缺乏专职的射手，反倒是囤了一堆防守的工兵。原本备受期待的射手 Luke Kennard 才打到3场比赛都受伤，至少会躺1个月，而现在阵中称得上射手大概也只有 Reggie Bullock。讲直接一点好了，当你整支球队的3分最准是 Griffin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这球队的3分火力是有多么的惨烈。而由于活塞的薪资和球队名单基本上都是炸开了，顶多只能期待在11月命中率稍微有一点回升，但是在稳定性极差的 Galloway 和即将伤愈归队的 Luke Kennard 能够补上缺口，至少这个期望值还比起 Stanley Johnson 长出进攻端还高就是了。他的防守一直都很好很出色，但是进攻方面实在是不知道该说啥了。每次感觉有打出一点希望，然后就没然后了。最近5场是有打出来的感觉，但能不能延续呢，还真的不好说啊。塞尔提克部分老实说真的问题不少，防守端虽然还是维持联盟前段班的水平，但是在进攻端上几乎所有的命中率都呈现了全面下滑的迹象。而且虽然说防守端的数据看起来很漂亮没有错，然而就我从比赛内容来看，几乎都是仰赖了最后防线 Al Horford 到处帮忙擦屁股的因素，而这也造就他生涯新高的 1.7 次火锅。不过我们现在谈一下塞尔提克的进攻好了。说真的，本季塞尔提克就是3个字，投不进。场均 20.6% 的机会是大空档的3分投射，这一项的数据排名联盟第5多，算是非常的优秀。然而在命中率上却只有 36.2%， 位居联盟第19名。空档的3分出手机会在数据和结果上也和上述雷同，所以我就不重复了。虽然说自从总教练 Stevens 上任以来塞尔提克的团队命中率上其实一直以来都不是强项。3分投射虽然也是塞尔提克的主要武器之一，然而也只有上一季的命中率是联盟前段班的水平。事实上，当我们摊开塞尔提克团队出手分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明明他们是一支走现代球风的球队，却在效率值公认最低的中长距离投射出手上是排名联盟场均最多出手的球队。一般来说，3分线距离篮筐大约是 23.5 尺，当然底角3分距离更短，但这边先不提。以现今潮流来看，出手部分要么就是期望值高了3分，要么就是命中率高了篮下。但塞尔提克在距离篮筐20到24尺这个区间当中，场均出手多达 17.6 次，排名联盟最多。然而在命中率部分却是联盟最差的，其原因主要是在于 Jason Tatum 太多这一种出手，但是命中率并不高。当然，单纯把塞尔提克低迷的问题丢到他身上确实是过分一点，因为除了中距离投太多又没有那种高命中率之外，塞尔提克过去仰赖的底角3分上，本季命中率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都很惨。摊开球员名单上投最多的是 Jaylen Brown 和 Gordon Hayward， 然而两个人命中率却连3成都不到。Gordon Hayward 就算了，他明显还没有找回过去的体能和手感，曾经球风相当全能的他，现在连传球都被挖了，你还能怪他吗？当然是有可能是刚好我看他的那几场比赛他的表现不好没有错，而且最近好像是有复活的迹象，但是呢 Jaylen Brown 的状态就真的令人担心了。或许是因为 Gordon Hayward 的角色回归后适应不如预期，也可能是因为 Jaylen Brown 今年夏天着重在于单打能力上的进步，上一季长出来的3分能力全部还回去了。
而本季增加不少切入的角色定位，却反而暴露出了他在持球启动后的视野极为狭窄的缺陷。好了，讲到这边，我想也差不多该明讲了。本季塞尔迪克的问题并不只是命中率低迷那么的简单，而是在于球员习惯了球风和打法全面性的调换之后所造成的后果。但就以先发阵容来看好了 ，Jaylen Brown 减少了底角三分的投射，却增加了切入的进攻频率 ；Al Horford 更是大幅降低了低位持球得分的机会和数据，反而增加了三分的出手，却不是他过去擅长的底角三分。因此，角数的生涯当中几乎是最低的总命中和三分命中率。其实倒也不是说没有让他在禁区持球，事实上呢，在过去多半的战术设计上，他本来就不是战术的终结点，而是拿他当做诱饵或是中继站的角色来制造外围空档。然而，在本季疯狂使用三锋线的阵型之下，Al Horford 的用处被大幅修改成变成只是让球路过的点而已，因此造就了触球次数的增加，但是触球时间却下滑的景象。而因为塞尔迪克命中率上的惨烈，导致他的触球和传球上的进阶数据有所提升，但是在传统数据上却没有获得相对应的表现。而 Gordon Hayward 则是负责更多持球和组织的工作，这个部分虽然可能是因为考量到让他借由运球时间的增加，借此调整自己的节奏和身体的状态，这点在他持球后跳投命中率皆回复过去水准的数据上可以看得出来。然而在与团队搭配上，却反而是一个突兀的存在，尤其是和 Jason Tatum 的搭配上，很难会有两个人同时有好表现的情况。通常一个表现好的时候，另外一个就会消失。而 Kyrie Irving 虽然算是影响最小的球员，但是他在切入和三分极限跳投的数据都有下修的情况，尤其在空档投射上的命中率下滑将近10%的百分比。况且他也有增加中距离跳投，但命中率不符合预期的情况，更不用说板凳端除了Morris之外，全部都要游魂了。当然，关于这部分也不是我能用3言2语所能够呈现的，碍于影片的长度和篇幅，这里先简单做个小总结。塞尔迪克会造成如此困顿的情况，主要还是在于球星和年轻球员在球风和视线上的调配不均所导致的。对于球星来说，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根深蒂固的球风和习性，因此相对在配置上，教练必须要先行做处理和配合。而年轻球员呢，在上季没有球星的时候，已经透过战术练出原有的打法，却因为本季球星回归之后，被迫舍弃或是改变习惯的球路。而总教练部分目前没有办法找出能够发挥所有人特点的战术配置，所以我们才会看到现在宛如拼装车的模样。那关于塞尔迪克更深入的分析和讲解，资深写手 Ventura A.K.A 老温的文章解谜塞尔迪克，从数据看塞尔迪克本季的困境，已经写得非常的详尽和足够深度的剖析了。他偶尔也会出现在卡尔粉专讨论塞尔迪克的情况，所以这边我就不继续深谈下去了。至于文章和粉专连接，我就放在下方的注解栏了。好的，东区片的上集就到这边啊，没办法，因为剪完音档后发现，靠，我才剪一半而已，就快要15分钟了，因此决定呢直接分成上下集来谈会比较好一点。那关于下集的部分，预计会是在明天或是后天就会释出，再来就是周六的周报，最后才轮到西区的部分。所以如果你想要先了解快艇和灰熊的朋友们，可以先去 FB 搜寻 Love City 和灰熊禁区，或者呢是到运动世界去找文章吧。因为西区部分呢，我可能真的会拖到12月中旬了呢。好，那影片要超过告个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订阅和分享。怕错过我的直播或者新影片的话，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按钮，就不会错过了。想要看到更多即时的资讯和看法的，欢迎到我的 FB 粉专或是 IG 上逛逛。我是欧车部，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只能说人算不如天算。我原本是想说讲稿字数太长了，所以我想要重新的写稿，然后没想到呢，还是分成上下集了。总之，我看一下剩下的部分，如果剩下部分可能少于10分钟的话，我会补一些内容。那如果有补内容的话，就是可能到后天才会出了。